愿菩萨保佑太子殿下剿匪平安归来。求菩萨保佑我家小姐平安诞下灵儿。你们做什么？要造反吗？太子妃与人通奸，奉太子之命抓住他，杖毙。不可能！我家小姐怀着太子殿下的骨肉，太子不可能下这个命令。小姐，玉瑶，我乃是太子妃，我父亲扶太子，从不被重视的王爷走上太子之位，你说敢动我，我父亲和太子不会放过你的。有名无实的太子妃而已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们大婚当日，太子殿下正和我颠鸾倒凤，至于你，只不过和一个卑贱的替身洞房花烛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胡说！你胡说！殿下可从来没碰过你。太子殿下说了，你这张脸，他多看一眼都觉得恶心。还不快动手！不要！小姐，住手！都给我狠狠的打，不准他肚子的孽畜留在这世上！林正月，都是因为你抢了我的太子妃之位，你和你肚子的孽种都该死！退下！让他们都退下！退下，都退下！小姐快跑！快去找将军大人！快跑！小唐！爹，你别吓我！悍匪已全部伏诛，收兵。雪禾，为什么？如今我已当上太子，你们父女俩已对我没有任何用处，还不乖乖受死！原来自始至终你都只是在利用我。如果不是为了你爹的兵权，我又怎么会娶你这个丑妇？是我识人不清，雪禾，还是便是做鬼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瑞王殿下，这是我和薛恒大婚当夜，我重生了。前世因我一意孤行嫁给薛恒，害了父亲和云家，这回即便是和薛恒同归于尽，也绝不能连累父亲。这杯是王爷的，这杯是王妃的。王妃，请。就是这杯酒，前世我欢喜饮下，本以为会夫妻恩爱，白首不离，不曾想，竟是这一切悲剧的开始。王爷风神俊朗，妾不曾饮酒，便已经醉了。王爷，
让妾身服侍您宽衣吧。不行！今夜是我和王爷的新婚之夜，做何事轮得着你插手？王妃，皇家最重规矩，礼不可废，还请王爷、王妃同饮合金酒。啊，是啊，是妾失礼了。哼，前世我饮酒后昏昏沉沉，便被替身毁了身子。今生就从这杯酒开始，吞下你们自己酿下的苦果。哼。哼。只怕薛和养尊处优，身上怎么可能会有像行商一样的疤？难道原来这个时候就已经是替身？这张脸可真是像。薛和，你既用替身欺我辱我，那我便也让你尝尝自己被替身取代的滋味。你干什么？王爷，妾只是想为王爷更衣。王爷，他身上没有那些伤疤，这已经不是昨晚那个替身，我还要利用那个替身。若他只是晚上出现，这可不行。你摸的本王不喜欢。从今往后，你不必做这些。本王不喜欢有旁人伺候。王爷，可是昨晚我们已经圆房，王爷说妾身是王爷的妻，日后定是对妾真挚爱之。是以，区一个替身，你都跟他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？以后这种事交给下人做就好了。小姐，王爷可是因为记起昨夜醉酒后不曾圆房，所以妾恼您自作主张，才对您不喜啊。在我父亲安排的人里找个妥帖的，盯着王爷的一举一动。是，去吧。我已经添了。薛和，你越是狠罚替身，便越会把他推到我这边，成为我手上刺向你的一把刀。昨夜本王让你替我圆房，你做的不错呀。啊，云正月这么热情，竟主动替本王更衣。奴才只是按照王爷的吩咐。按照我的吩咐。是吗？那张丑脸
确实也只能陪你这个奴才。将军府的小姐，滋味如何呀？小心！把他交给我父亲，告诉他个中缘由，我回门时自会向他解释。是。看来王妃伺候的不错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只是好心提醒你，明儿个回门，怕是不能来陪王妃了。哦，为何？因为我不同意啊。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？云正月，别以为是将军这女就了不起，在这个王府里靠的是王爷的宠爱，而你这张脸只会令人作呕。啊，你是说王爷是肤浅之人，早就对我心生厌恶，多次上门求娶，实则是别有用心？我没有这么说。大胆奴婢妄议主子，以奴欺主。小唐，你说该怎么办？按照将军府的规矩，该打烂他的嘴。你敢？我是王爷的人，你敢打我，就是打王爷的脸。哼！我就是要打他血痕的脸，看他敢不敢因为一个丫鬟和我这个将军之女撕破脸。我现在倒要看看你这张脸还能不能惹得王爷生气。小唐，带上他，向王爷告状去。放开我！您不能进去。放肆！我家小姐是王妃，凭什么不能进？让开！将军府大小姐的滋味如何呀？您不能进去。放肆！我家小姐是王妃，凭什么不能进？让开！快把面具戴起来！王爷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王爷，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王爷，这奴才说，王爷因容貌之故厌恶奴婢，王爷亲自上门求娶，难道是贪图我爹爹的兵权吗？一派胡言！来人，把这贱婢拖下去，禁足！王爷，你饶了我吧，王爷！云正月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！王妃来的正好，此人欺上被主，王妃说应该怎么罚？他是王爷的人，王爷说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。王妃难道不想知道他做了什么？他欺上被主，他做了什么，我又何必知道？你听到了，下去领罚吧。是。王爷，昨日见你身上有诸多伤疤，臣妾心疼不已，特意炖了补身体的鸡汤，你趁热尝尝。啊，王爷，王爷，这碗鸡汤是小姐亲手为你熬了1个时辰才做的。从前在将军府，小姐还从未亲自下厨，为了这碗鸡汤，手上都要淌出血泡。我只是现下没胃口，鸡汤放在这里，我待会儿喝。是，那臣妾先回去了。伤疤，我竟然忘了这个，显现露馅，这个废物！来人，让侍医
给本王滚过来！小姐，王爷怎么能这样？那可是您特意熬的鸡汤，反正也不是给他喝的。王爷，昨夜下了迷药的酒是你亲眼看见云正月喝了？千真万确。如此便是世因那贱人有二心，刻意让云正月发现了他身上的伤疤，自此他便认定有了伤疤才是本王，那么将来房事就只能让他来代替本王，真是好心机。难不成王爷日后还想同他行房事不成？他那张脸我看到只会觉得恶心，不过她是云将军唯一的嫡女，本王还需要他父亲手上的兵权助我争夺太子之位，若是被他知道我是找替身同他洞房，王爷若是担心伤疤露馅，奴婢倒是有个法子。听闻南疆有一秘药，可去腐生肌，只是用起来痛苦无比。去给本王找来。是。这瓶去腐生肌的玉露膏，找个机会不着痕迹的送到薛恒手里。小姐，这玉露膏是您去南疆历经万险才拿到的，如今为何要……我之所以不用，是因为用了它会有损命数，不值得。至于薛恒嘛，我还要送他一份大礼。那替身身上伤疤一去，有朝一日谁能分清哪个是高高在上的王爷，哪个是卑贱如泥的替身？王爷，您怎么过来了？王妃在做什么？没什么。王妃做的当归汤，难道不是想让本王早归吗？我说春宵2夜，薛恒怎么会踏进我的房间？原来还是替身。既然如此，我便再添一把火。王爷把那汤喝了。王妃亲手炖的，我很喜欢。真的？王爷受伤了？不碍事。那是什么？这是我绣的香囊。那天晚上见到王爷身上有诸多伤疤，臣妾心疼不已，于是便想炖鸡汤给王爷补补身子。不曾想王爷没有胃口，便想着绣一枚平安符，保佑王爷平平安安，再不受伤。王妃，你是看到本王身上的伤疤，不想再让本王受伤，所以才给本王做个鸡汤，绣个平安符。那不然呢？本王想起尚有公务要处理，我先走了。王爷，小姐，王爷怎么了？他病了。病了？我看王爷身壮如牛，什么病让他如此慌张？嫉妒，爹爹说过，嫉妒足以让后宅女子疯狂。男子意识，得知本该属于自己的好，全都落在一个负心骗子身上，你会如何做呢？王爷，奴婢有要事禀告。
王爷，本王还有要事要处理，王妃先行一步，本王随后就到。是。小妖精，你是故意在王妃面前勾引我？难道这不算要紧事吗？那就快些。王爷，今日是王妃回门的日子，若是让王妃独自一人回去，恐怕不好和大将军交代。滚！王爷，这是我修的香囊。小姐，是王爷之上来了。薛恒中了我特意调的催情散，追来的是薛恒还是替身？可说不定。派人拦住他。是。撤！爹爹，闺女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？爹爹，进去再说。好。撤！让开！不让！你给我东西撞倒了，你得赔钱！让开！不让！赔钱！月儿，你在戏中所说可是真的？新婚之夜，瑞王当真找了个替身折辱于你？千真万确。哼，岂有此理！当初是他求我嫁女儿，我还道他是个良人，没想到他竟如此不是个东西，老子现在就去劈了他！爹爹，莫要冲动，他毕竟是皇子。哼，就算是天子，也不能让我宝贝女儿受委屈。爹爹，女儿今日回来，不是求父亲撑腰的。那你是？他不爱我，也无妨，反正我也不爱他。我要的是做太子妃，甚至是未来的皇后之位。谁？王爷。哦，那你们聊。你不想要做瑞王妃，你想做太子妃，甚至是未来的皇后。那王爷呢？王爷想做太子吗？我父亲手握重兵，可助王爷图谋太子之位。那王爷想做太子吗？本王分明待你不好。关于新婚之夜，王爷说过，白日里身不由己。我信王爷。可愿正月，新婚之夜是我，不是瑞王徐恒。也还没回答我，想做太子吗？为何？奇怪，王爷不是去追王妃的马车了吗？怎么又从书房出来了？你说什么？王爷，你亲眼看到本王追着王妃的马车出去了？什么是时候？大概1个钟前。十一，你找死！这，王爷，您滚开！你还没回答我。王爷，你还没回答我呢。云正月，你们在干什么？这是……王爷，怎么了？人呢？什么人？只要王爷想，我与父亲愿助您登上太子之位。滚开！是王爷。我下了不少分量的催情散，薛恒真是废物，
竟然这么快就赶来。你想做太子吗？他问的是瑞王薛航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本就是卑贱之人，又如何敢肖想他？神呢？什么人？怎么了？神呢？什么人？爹爹吗？爹，王爷，除了大将军之外，还见过什么奇怪的人？我看王爷最是奇怪了。果然被他发觉了。王爷，你若是不想做太子，日后妾便不再提起此事就是了。你想助本王成为太子？妾是王爷的妻，与王爷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若是王爷做了太子，那我日后便是太子妃，为何不愿助王爷呢？王妃，你果然是本王的贤内助。那妾去准备餐食。给我也准备一份。滚出来！王爷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冒充本王来到将军府，我看这活腻了。王爷，今日是王妃回门的日子，您那时正与绿妖姑娘。若是让大将军看到王妃独自回门，恐觉得您不重视王妃，对您的计划不利。什么意思？你还想让我谢谢你？啊！属下自作主张，还请王爷责罚。让替身顶替瑞王做太子，你这计划未免太过冒险，无异于与虎谋皮。你怎么敢保证那替身会按照你的心思来行动，而没有别的想法吗？爹爹请放宽心，女儿自有安排。你带我来，大将军和云正月，可有看出什么端倪？那王爷回答我，你可想做太子？不曾。回去自己领罚。是。慢着，今日起，不准再出现在王妃面前。王爷，餐食已经备好了。这是侍卫，王府还有些事情要处理，餐食就不必了。王妃，你可要随本王一同回去。是。吾儿此去务必保重。父亲放心，女儿知道。十一，服侍王妃上车。是。怎么了，王妃？她只是一个奴才，本王用得着她，她才是个人。你是心疼这个卑贱之人了吗？属下心甘情愿。王爷，妾可否与王爷同乘一起？好。如此倒是可以让大将军放心。
驾！畜生！月儿，该死的畜生！多谢。属下冒犯了。薛恒，钱是你加注在我身上的，我要你通通还回。快，把王爷抬进马车里。属下都看到了。什么？是王妃故意惊了吗？让马蹄踩到王爷，属下全部都看到了。那又如何？刚才在将军府里，王妃还想助王爷夺太子之位。我眼里容不得沙子。我回门之前，他还同另一个女子欢好，我只是略施小戒，不该吗？原来他都知道。你会告诉他吗？你救主有功，这些赏你了。把王爷扶进府里，再找个大夫。王爷，王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王爷怎么受伤了？没用的东西，你竟敢让王爷受伤！你这么护着他，难不成王爷伤得如此之重，你却丝毫不关心王爷的身体，只在乎这些有的没的？如果我没记错，他应该还在禁足之中吧？是，若是在咱们将军府，或了禁足偷跑出来，非被打断腿不可。好，那既是王爷的人，就让王爷处置，免得王爷醒了再责备我。王爷怎么样？啊，王爷只是摔伤了腿，所幸骨头没有事，待老夫开几份药方子，养几日便可。小唐，送客。请。王爷醒来后，对那事儿没影响吧？毕竟马蹄踩在那处。什么？王爷若是不行了，那我以后还怎么嫔子上位，做这王府的女主人？没影响，没影响。好请。好好。谁在那儿？谁在那儿？小姐，已经按您的吩咐，宋大夫出门前详细询问了王爷的伤势。薛恒这伤说轻也轻，休养几日便可；但说重也重，若是床子上激烈些，便是断了也不无可能。小姐，您故意让奴婢透露王爷伤在那处，恐不能人事。您是想……绿妖想上位，靠的是薛恒的宠爱。先前薛恒进了他的族，
想必心中也是恐惧。现在却得知他不能行闯子之事，不能人事，估计现在脑子乱了，难免不会脑子犯了糊涂。区区一个奴婢，当真敢给主子下药？我这不是在帮他一把。这碗药用的可都是大补之物，保证他醒来燥热难耐。你要的东西用时溶在酒里就好。好戏要开始了。小姐，王爷醒了。王爷，王爷，您受伤后，小姐可担心了，滴水未进，一直守了您一整夜呢。有劳王妃了。假惺惺，若不是因为你，王爷又怎么会坠落下马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王爷，妾命丫鬟温着粥，你可要尝尝。等等，我来。谁知道你们主仆二人怀的什么心思？你什么意思啊？王爷若不是陪你们出去，又怎么会坠马？我看某些人啊，简直就是丧门星，一进门王爷就出了事。够了，吵吵闹闹像什么样子？绿妖留下来伺候，王妃去佛堂诵经祈福。王爷，我家小姐……小桃，那王爷好生休养，臣妾告退。王爷，王爷。小姐，这儿怎么阴森森的？我要杀了你！因为这里到处都是血。交代你办的事情都办妥了吗？小姐放心，不用等到天亮，瑞王不行的消息就会传遍大街小巷。此计名为诛心，绿瑶。前世你靠着狐媚手段争得薛恒宠爱，处处压我，且看薛恒对你的珍惜有几斤几两。王爷，王爷，这都快洒了。现在还管粥做什么？还不好好伺候爷？小姐，是明月楼的桃花酥。啊，奇怪，是谁放这儿的？我也想知道，这是谁放的？小姐！小姐，是你，马上受惊也是你救的我。这个桃花酥是你送给我的吗？别，脏。很甜。小姐，你的手……你受伤了？没什么。你因我而伤，我怎能对你的伤势而不浅？跟我进来，我帮你包扎。小心！
你这脸又怎么了？白日里，奴婢替十一世子害您受伤，想教训教训他，没想到却被王妃拦住，反扇了奴婢一巴掌。又是云正月。王爷，自从那晚替您圆房之后，十一屡次违抗您，我看他呀已经被蒙了心，和王妃勾搭上了。王爷，你可千万不能放过他。十一屡次违抗你，我看他呀已经被蒙了心，和王妃勾搭上了。王爷，你可千万不能放过他。十一呢？报告王爷，属下看到十一拎着食盒去福堂了。哎，王爷，去福堂？哼，云正月，我看你这次怎么逃！哼！他把你打发来福堂，你不怨吗？你不都看到了，是我设计他坠下马的。倒是你，不觉得我蛇蝎心肠吗？王妃是很好的人。王爷坠下马受伤了，大夫说或许会影响重子之事，而我想要在王府站稳脚跟，需要有个孩子。你可愿帮我？走水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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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回事？王爷，佛堂走水了！云正月还在佛堂。云正月刚刚才答应帮我争太子之位，他还不能死，去救火！快！小姐，小姐，我家小姐还在里面，你让开！王爷，这火势那么大，王妃恐怕……云正月，这次你死定了！只怪你挡了我的路。王爷原本答应我抬我做王妃，如果不是你的出现，哼！你要的东西，用时撒在酒里就可以。倘若大夫说的这是真的，王爷那世上真的不行了，这药也没办法为我留下孩子，倒不如除掉云正月这个小贱人。哼！只有这些？这是定金，等杀了瑞王妃之后，还有重金酬谢。你最好多带几个人，务必确保万无一失。放心，我们兄弟几个从未失手过。王爷，我家小姐还在里面，求求你救救她！王爷，这不是有人进火场了吗？再说了，火势那么大，王爷能有什么办法？你不会想着让王爷进火场救人吧？务必将王妃救出来！王爷，这火势那么大，里面的人恐怕早就……本王还没入住东宫，云正月还不能死。王爷，里面有2具尸体。完了完了！王妃与人偷情，翻云覆雨时打翻了烛台，葬身火海。王爷，想来大将军知道真相，也不敢说什么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是云正月
偷情勿死，想必大将军若是不想让这桩丑事败露，便要为我所用。还是你机灵。王爷深夜来此，是来找我的。王爷深夜来此，是来找我的。王妃，你没死，该死，他怎么还活着？你还活着？我当然活着，难不成谁说我死了？那里面2具尸体是……快点！我想在王府立足，必须有个孩子。你愿意帮我吗？外面有人。石迷香，闭气。怎么回事？王妃，快走！等等，这是人证，带着他一起走。既然我没有死，那就该你们等死了。这2具尸体到底是谁？王爷怎么不亲自问问呢？刺客深夜闯入，还好这位侍卫及时出现，诛杀了2人，留了一个活口，不慎打翻烛火，才使佛堂失火。来，你亲自告诉王爷，谁派你过来的？他……你胡说！王爷，这是陷害，我没有这么做。王爷，你要相信我。绿妖姑娘，她可什么都没说，你怎么就心虚了呢？我还有王爷的宠爱，我还没说。心虚什么？自从你嫁进王府，就嫉妒王爷对我的宠爱，处处对我使绊子，如今又自导自演，甚至陷害我。云正月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云正月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报应？这话应该是我说给绿妖姑娘吧？说，谁指使你的？你一家老小可都在我手上，想要他们活命，你最好想清楚再回话。是他，是王妃指使我诬陷绿妖姑娘。王爷，果然是他自导自演。王爷，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哦！既是陷害，那自然是给足了好处。为何你如今又肯说实话了？因为我胆小，实在不敢欺瞒王爷。胆小？我看你胆子大得很。王爷可认得这个荷包？这是绿妖的贴身之物，你怎么说？王爷，这是陷害！陷害？我嫁入王府不过几日，怎么会拿得到你的贴身之物？再说了，日后王爷是要成为太子的，我便是未来的太子妃，为何要诬陷你一个小小的丫鬟？他说的对，本王还要靠他母家的势力，敢对王妃动手，大包天！竟然敢陷害太子妃！来人，把他拉下去！不要啊，王爷！看来我只能搏一把了。既然王爷不肯相信我，那我只好以死明志了。既然王爷不肯相信我，那我只好以死明志了。绿妖姑娘，若想以死明志，这棵树那可撞不死人呢。王爷，您觉得这大胆的奴婢该如何处置？来人，杖毙！王爷，这是你宠爱之人，一时犯了错，别罚这么大。那夫人觉得如何处置？
杖30，关禁闭。王爷，您觉得如何？拉下去！不要，王爷！云正月，你等着，我与你势不两立，不死不休。这样就让你死了，便宜你。倒不如让薛恒觉得我识大体，卖他个好。至于你嘛，小贱人，去死！看来绿妖姑娘还是不长记性。你来干什么？来看我笑话的吗？自然是来给你送药的。小唐，这是我家小姐特意为你寻来的伤药，便宜你了。你会这么好心？你以为我会感激你吗？这瓶药服下可以使人假孕。你同是女子，机会我给你，能不能把握住，就看你自己。小姐，奴婢不明白，他处处针对你，如今被王爷厌弃，不是正好吗？为何还要给他药，让他有挽回王爷的机会？你又怎么知道我给他的是重获恩宠的灵丹，还是下地狱的穿肠毒药呢？如何？为何本王会觉得今日力不从心？王爷伤后可行过房事？不错，可与此事有关。王爷理应静养才是啊，如今又泄了阳气，恐怕是……什么？这些老夫已经交代给王妃，不应该呀。王爷，你个禁闭！已经按照小姐您的意思告诉给王爷了。小唐，给他一笔钱，送他出城。薛恒，但愿你还能保持理智，否则我会叫你知道什么是痛心断肠，悔不当初。王爷，你来了，奴婢有好消息的。禁闭！王爷，奴婢不知道做错了什么。做错什么？你个狐媚护主的贱婢，你怎么敢的？你是不是误会我了？奴婢对你诛心格格，绝无儿戏，王爷。误会！你之前千方百计的针对王妃，现在又把心思放在本王身上，你这是心思歹毒，该千刀万剐！薛恒啊，薛恒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王爷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处置了一个该死的禁闭。绿妖姑娘，王爷，你不知道绿妖姑娘已经怀有身孕了吗？你若是想处置她，大可等孩子出生之后再处置啊。来人，来人，快传大夫！你说她怀了本王的孩子？王爷，您不知道吗？太医同妾说绿瑶姑娘已经怀有身孕，所以妾就对她小惩大戒。没成想这……来人！传大夫，传大夫！王爷，她没气了。
是你，是你嫉妒她怀有身孕，是不是？不是我，王爷，我一直想护住她肚中的孩子，我若想害她，我怎又会把怀孕之事告诉你呢？我杀了我自己的孩子。薛和，这大喜大悲，从天堂到地狱的滋味，只有你尝过我所尝过的痛苦，这才算公平。王爷，您别担心，日后我们也会有自己的孩子的。对，必须得有个孩子，否则本王将再无缘太子之位。小姐，万一王爷找太医过来，就会知道自己并没有问题，小姐就不怕。郑医师，本王当真无法再有子嗣了吗？王爷，老夫无能，只能开一些固本培元的药方，兴许有用。王爷，大事不好了！当真没有办法。王爷，请恕老夫无能。王爷，大事不好了！现在街头巷尾都传您坠马伤了，那阿楚变成什么？变成了活太监！岂有此理！到底谁传出去的谣言？给本王去查！王爷，当务之急，最重要的不是查流言是谁传出来的，而是尽快的解决问题，否则您将永远无缘太子之位。王爷，妾倒是有个法子，可以让流言不攻自破。王妃有什么办法？妾有意给王爷抬几房妾室，为王府开枝散叶，王爷意下如何？可本王……王爷，只要他们能怀孕，这流言自然就不攻自破。至于如何让他们怀孕，王爷自然有诸多方法。不错，本王现在最需要的是孩子，至于是谁的种，从谁的肚皮里爬出来，都不重要。大不了等本王调理好身体，再处置了野种，那就有了王妃了。妾这就去办。王爷，流言之事可要加派人手彻查。散布流言的人可否处理干净了？小姐放心。小姐，您怎么知道王爷一定不会找太医问诊，而是到民间找德高望重的张医师呢？一旦上位者得知他再也不可能有子嗣，那他就与太子之位无缘了。民间的医师可以帮他永远保守秘密。还是小姐神机妙算，你先找到最擅长男科的张医师。若是瑞王知道自己那方面本就没事儿，而是每日喝的药出了问题，怕是要气死了。路我已经铺好了，这场戏的主角也该登场了。玉露膏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朱颜、清然、兰音、飞扬见过王妃。妃。你们4个日后要好好服侍王爷，谁能为我们王府诞下第一个儿子，重重有赏。是，奴婢定会替王妃栽培。这是我特地命人从南疆寻来的圣药玉露膏，能够去腐生肌。你用它把身上的疤去掉，日后更好的扮演本王。去腐生肌的玉露膏，这就是去腐生肌的玉露膏。
若不是需要你替本王诞下子嗣，怎么会让你用这千金难买的玉露膏？可真是便宜你了。多谢王爷。请来看看。小心！效果不错，只不过还差一点。这下子差不多了。如今看起来，你我外表一样，不会有人能从外表上区分你我。今晚随便去睡一个女人，只要她怀上孩子。王爷，你下去吧。王爷，今日刚给王爷抬了4位良妾，今夜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？我一直不曾问过你这道疤是怎么来的。我这道疤大概是小时候顽皮，时间太久，我也忘了。忘了？是吗？王爷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来了？想必就是这道伤疤，让你受了诸多的冷眼和非议吧？你后悔吗？我爹爹乃是大将军，我乃是大将军嫡女，谁敢给我冷眼？王爷，这是南疆圣药，能够去腐生肌，只是会有些痛。多谢王爷。不用谢。痛，当初太过于痛彻心扉，现在我早已不会痛了。小姐，这玉露膏不是您之前让人送给王爷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难道说王爷发现了？我相信爹爹的安危不会露出破绽。今天的血痕好像有一点不对劲。没什么不对劲儿啊。难道说今晚不是血痕？小姐，这药又回到咱们手里了，怎么办啊？今晚随便你去睡哪个女人，只要能让她怀孕就行。王爷，王爷，你叫什么？奴叫清然。王爷，奴伺候您。王爷，王爷，您这是口渴了，奴才叫人另外再叫壶茶水。
王爷今晚去了哪个院子？是清染的清河院。助兴的东西都备好了吗？都安排好了。王爷您怎么来了？下去。薛恒，你中了迷情香。云正月，别推开我，不要再推开我了，好不好？告诉我，我是谁？你是云正月。看来还没糊涂。你想要我？王爷，滚！如何？薛恒在戌12刻进了侍卫房中，虚正时分出来。属下依照您的吩咐继续守着，那侍卫就在房中。大约1刻钟后，管家送了丫鬟进去，不知怎么，后来丫鬟被侍卫赶了出去。所以你确定我这房中的是那个侍卫？是。王爷，你醒了。王爷，王爷，都怪那妾室不懂事，想留住王爷，居然在屋里乱用迷情香，妾已经惩罚过他了。抱歉，不碍事的，我本就是您的妻子，只是王爷昨日实在把妾折腾的不轻，要不我就惩罚王爷替我画眉，如何？好。昨天晚上睡了哪个？啊？本王让你去睡那几个新进府的妾，你呢，却从王妃的房间里面出来，当真是好啊！你不会真的喜欢上云正月了吧？你不会真的喜欢上云正月了吧？你怕了？你，王爷，端王来了。他来做什么？拦在门外。没有拦住，王爷。端王已经到达大堂了。废物！
此时不能让他们知道我身体有问题。小姐，不好了，东王跟太医进府了。急什么？要是太医给瑞王诊脉，那咱们在药方上做手脚，让王爷境遇不行的事儿，不就暴露了吗？走。三弟来的正好啊，最近这街上风言风语甚多，这流言万一传到父皇那儿，惹得父皇担心。哥哥我特意带了太医过来给你诊治一番。王爷，二哥，三弟我只是一些小毛病，何须劳烦太医？哎，三弟切莫要讳疾忌医啊！有什么病症，让韩太医把把脉，一瞧便知。不必。诊脉而已，三弟如此抗拒，不会是街上的流言都是真的吧？若是此时能证明薛恒再不可能有子嗣，就算他背靠云大将军，也不可能再有资格争夺太子之位。王爷，请允老臣为您诊脉。放肆！这瑞王府里，什么时候轮到奴才出来说话？怎么，三弟不敢吗？等等。啊？听闻我家王爷病了，我这个枕边人怎么都不知道？难道真的是流言？这都让二哥担心了。三弟我只是一些小毛病，无需劳烦太医。这是昨夜与王爷胡闹之时，把茶具打碎了，害王爷跌了一跤，弄伤了王爷的膝盖。小伤而已，未上经脉，脉象无恙，只需及时用药服药即可。多谢太医，妾这里也有一瓶药，想劳烦太医看看。这药似有祛疤疗效。王妃娘娘，药可否让老臣拿回太医院仔细研究？韩太医请便。谢过娘娘。病也瞧了，脉也诊了，二哥，你可还有事？三弟身体无恙，你弟妹如此恩爱，我这做哥哥的也就放心了。三弟作为明大将军的乘龙快婿，想必也是精通用兵之道。父皇正忧愁剿匪的人选，本王自会去见。祛疤良药，恐怕是薛恒特意给那云正月找来的。不错，能修复瑞王妃脸上旧疤的，唯有南疆圣药玉露膏。瑞王都能把他找来，想必是爱惨了这个王妃呀。老三和云正月如此相爱，恐怕很难力荐二人。他靠着云家兵权，会是我夺嫡路上的一大劲敌。那就只能让他死在剿匪途中，永远不要再回来。哼！本王乏了，王妃可还有事？王爷，您膝盖上的伤还未曾上药。王爷，那妾先告辞了。王爷，转过来。区区一个奴才做得不错呀，在我二哥面前也不落下风。属下逾越了。原以为是养了一条忠心的狗，没想到竟是伪装成狗的豺狼。看来这人是不能再留了。说，云正月他是不是知道了些什么？
属下不知。刚才二哥说剿匪，皖南匪患让父皇头疼。若是能替父皇解围，更能加深我在父皇心中的分量。至于他，能代替本王死在劫匪途中，也是他的造化。今日扮演本王扮演的不错，自己去领赏。王爷，在做什么？王爷不是说最近头疼吗？妾就想着拿一些安神药做成香囊，给王爷缓解缓解。王妃，你也听到端王说了，本王正是由父皇所忧，对皖南匪患头疼。岳父大人年事已高，恐不便长途奔袭。王爷是想带兵剿匪？那万一那些匪贼……若是本王得将军的神兵相助，定能平安归来。王爷是想要兵权？王妃，若是本王这次成功剿匪，必定会得到父皇的青睐。难道你就不想荣耀加身，风风光光的成为太子妃吗？端王想让薛恒死在剿匪途中，而薛恒想靠着这次剿匪在朝中站稳脚跟，我帮他一把，岂不两全其美？把线交给父亲。小姐，真的要让大将军把兵权交给王爷吗？陛下对父亲早有忌惮，及时脱身，也未尝不是件好事。那这封信要瞒着王爷的眼线吗？不必。可是您在信中写，剿匪途中不用管瑞王的死活。薛恒他知道该怎么做。王爷，这是妾做的香囊与平安符。王爷此次剿匪定成功归来，妾在王府等您。我此次去剿匪，恐京中风云变幻。世一是我的亲卫，留他在你身边保护，这样的话我也能安心。王爷费心了。世一，切记照顾好王妃。属下领命。你叫世一？剿匪途中，端王必定横加阻拦。我这个二哥大概没想让我回来跟他争夺太子之位，就让世一替我去死，我也可以留在府中探寻他和云正月之间的苟且。你叫世一？我叫世一，见过王妃。其实王爷留下了你，必定对你百般信任，不必多礼。属下定不负王爷所托。既如此，晚上来我房间，贴身伺候。是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这对奸夫淫妇玩的是什么把戏。世一，过来。王妃这是要干什么？你要本王让我跟你洗脚？怎么，你个奴才，给王妃洗脚是你的福气，你还不乐意不成？你个奴才，难道忘了王爷临走之前的吩咐？王爷让我照顾王妃，不是让我这么照顾的。你说什么？罢了，小唐，让他回去吧。
迟了，属下这就好好照顾王妃。刚好借着奴才的身份，看看你们之间有没有龌龊。放肆！我家小姐可是王妃。你想干什么？奇怪，对着她，我竟然有反应。放肆！难道我的病好了？没想到你居然怀着如此龌龊的心思。小涛，把他关进柴房，等候王爷回来发落。便宜你了！要是在将军府，你早就被剥皮抽筋了。哼！等等，怎么，你还有什么想狡辩的？云正月，你可知道我是谁？管你是谁，你还能是瑞王不成？啊！我管你是谁！你个奴才，谁在乎你长什么模样？小姐，你可千万别被这个淫虫上脑的王八蛋给忽悠了！你什么你？强迫不成就想色诱，王爷临走前竟然留了你这么个祸害！要是在将军府，早就把你剥皮抽筋拉出去喂狗了！你这奴婢倒是忠心。小姐，我这就把他处理好，免得污了您的眼。罢了，小桃，既是王爷的人，就把他关进柴房。哼，走。咦，走。难道我真的想错了？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把身份透露给云正月，而是以瑞王的身份与他苟且。还有，我的身体竟然会对云正月有反应？难道我的病好了？十一，是我。听说王妃给你关在里面了，我来给你送点吃的。这副身体到底行不行？不如试上一试。小姐，您既然把人关进了柴房，又为何还在安排丫鬟给他送吃的？本王的病果然好了。你既然成了本王的女人了，等本王剿匪回来，就封你做个侍妾。你真是王爷？可是王爷不是已经领兵剿匪去了吗？为了你的小命，今天晚上的屎烂在肚子里。小姐，端王的人动手了，王爷此时被困在离京30里外的驿站。备马。二哥这时候也该动手了吧？王爷，如何了？端王昨夜共派出3波死士，我们的人推波助澜，已将十一围困在离京30里的驿站。好，那就该本王出城了。可是陛下是要您平定匪患，此时回来，匪患？二哥与我都清楚，不过是些大胆的流民。官府为了推卸责任，以匪患之名上报，不足为虑。王爷，王妃也收到了适宜被困的消息，大概还以为是您被困，在马厩牵来2匹马出府了。驾！小姐，您不是说不在乎瑞王的死活吗？你为什么要救他？薛恒的确该死，可惜这次他死不掉。再快点儿！王妃，救救我！你犯了什么错？为何要我救你？属下是被选来给王爷替死的盾。哦，王妃可知，从前的所有错误，还有所有黑暗的事情，全都是王爷要求我做的。所有的事情，一切都是我替代他去做。
没有任何一件，没有任何一个事情是无辜的，这一切全是他做的。你是说，你因为容貌长得与王爷相似，所以被王爷带回来，有危险时他就会让你扮作他，替他假死，挡灾？是，王爷要我明日一早假扮成他的模样，领兵去剿匪。属下知道这一去必定是九死一生，属下不想死，求王妃救我。这张脸的确有几分说服力，可是你区区一个死士，我凭什么要救你？还是说你假扮成薛恒的样子，替他做过什么别的事情？别的事？王妃是指什么？比如说大婚之夜情动之时，与我恩爱缠绵的是你，还是他？快撤！保护王爷！快跑！保护王爷！快撤！快点！王爷，自从咱们出京之后，就和云家军走散了，现在更是一路遭遇追杀，就只剩我们这几个兄弟了。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。王爷，你快走，属下带兄弟们拼死一战。剿匪是假，想要我的命才是真的，是我连累你们了。王爷，小姐曾说过要保护你的安全，属下们死不足惜。只要你能平安回京，属下们死而无憾。属下死而无憾。死而无憾。薛恒，何德何能，能得大家忠心追随？本王今日便与诸位同生共死，归阵。是。云正月，但愿你们及时赶到。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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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爷！王爷，你没事吧？王爷！谁？谁？王妃？王爷，家父收到云家军的信，说出了京城便和王爷走丢了，妾实在担心王爷，于是带了一批人马过来，幸好不算太迟。王爷，家父在信中说派了前副将贴身保护王爷，前副将人呢？前副将？王爷，驿站已经空了，侍医不在里面。尸体尚温，他们就在这附近。你带一队人，不能让他们活着回来。是。至于本王，就在此地等着王妃。前副将他已经……王爷小心！云中月，云中月，云中月，云中月！小姐，王爷，奴婢先带小姐回房治疗了。快，扶她回去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王爷小心！没事，刺破了血囊而已。唉，吓死奴婢了。接下来就看云家军的了。对了，端王的密令都准备好了吗？小姐放心，都已安排妥当。可有前副将的下落？王爷，出去看看。都别动，后退！
怎么回事？王妃，匪徒凶猛，冲进来将王爷擒住。你就是瑞王妃？是，我就是瑞王妃。放了瑞王，你想要什么？本王妃可以满足你。王妃娘娘，他可不是瑞王，这贼人花言巧语迷惑了你，不如我杀了他，挖出贼人的心，让您看看他的真面目。等等，云正月，他不是贼人，他当然不是匪徒，他是特意来揭穿你这个胆大包天、假冒瑞王的人，因为本王才是真正的瑞王，才是真正的瑞王。你竟然是你！什么？2个王爷？一派胡言！他不过只是本王身边替死的侍卫，你竟然敢冒充本王，好大的胆子！住口！分明你才是冒充瑞王的替死鬼！王妃，不要被他蒙蔽了。放开他！王妃，先放开他！来人，把这群逆匪给本王拿下！怎么？本王的话你们都不听了吗？我乃元牙梯副将钱振明，奉命和瑞王一起出京剿匪。吾等一出京城，便遭劫杀。我等和瑞王杀出一条血路，才侥幸见到各位。你说你是瑞王，你有什么证据？证据？本王有皇家玉佩在此。你问问，你身后这个假货，他有什么？本王知道此行凶险，所以自然会找一个替身来帮我挡生挡死，这有何不妥？这玉佩可以偷，可以造假，但证明不了什么。至于谁是真正的瑞王，为何不问问王妃？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枕边人是谁。为何不问问王妃？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枕边人是谁。不错，是真是假，不如就用王妃来分辨。王妃，你快告诉他们，本王才是真正的瑞王。你说过要助本王成为太子，本王答应你，日后你就是太子妃。王爷，妾给你的荷包和平安符，可带了？王妃亲手做的，本王一直小心珍重。不是这样的！还不将这个冒名顶替的冒牌货拿下！我才是真正的瑞王！王妃，此人胆大包天，竟然敢冒充王爷，以免夜长梦多，不如将他就地正法。你敢？冒充王爷乃是死罪，恐怕此事已经传到了陛下耳中，暂请留他一命。把他压下去！放开我！王爷，比如说大婚之夜情动之时，与我恩爱缠绵的是你，还是他？属下好好回答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的答案能决定你的生还有死。不敢亵渎王妃。哦，你是说从始至终都是王爷？是。既如此，明日你代替薛恒前去剿匪，林家军不会护你，但我父亲会安排一名副将贴身保护你，你只需让他信你服你，其他的不必有限。多谢王妃，多谢王妃。替身唯有一死而已。一直以来，和你恩爱的都是王爷，所以只有我成为瑞王才能翻牌，对吗？小姐，那侍卫未免也太大胆了，竟敢冒充王爷，幸亏被您识破。
谁说他是冒充的？小姐，您是说那囚车里的才是？我要做的是王妃，若是王爷对我不喜欢，我又何必千方百计的讨好？不如挑一个喜欢我的。有劳了。王爷，你受苦了。林正月，你发现那个冒牌货是假冒的，是不是？你是来接本王的，是不是？王爷，现在把你接出去恐怕不行。那另外一位王爷恐怕已经在御书房了。他只是一个假冒的冒牌货，只是一个卑贱的奴才。哼，你口口声声说他是冒牌货，那当日圆房之日，我也是与这个冒牌货同床。王爷，你说他是假的，还是真的？云正月，你果然发现了。是，我还要感谢王爷呢，把这么一把好刀亲自送到我身上。云正月，你任由他顶替本王的身份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我要做太子妃，那自然是把他捧上太子之位。虽然皇室子嗣凋零，但是你别忘了，还有端王在。端王妃是丞相之女，而朝中的大多数重臣皆出自于端王妃、丞相门下。我当初也是为了要对抗端王，才会迎娶你为妻。你怎知我对付不了端王？进宫之后，知道怎么跟皇上说吗？请王妃赐教。父皇，儿臣此次奉命剿匪，在途中屡次遇袭，幸得列祖列宗庇佑，才成功剿灭匪寇。儿臣在匪寇头领身上发现了此物。离京50里处有一个秘密训练场，他们为了引人耳目，自称自己为匪寇。这是王爷击杀匪寇之时从他们身上发现的令牌。端王，你怎么说？父皇，这儿臣不知啊。怎么会？难道二哥若是不知，那这令牌为何会出现在匪寇头领身上？不可能，那些匪徒只是普通的流民，怎么可能？是啊，你与端王都心知肚明，那剿匪不过就只是借口。只有被蒙蔽天听的陛下，才会一直把那些被鼓吹的流民当作是心腹大患。王爷，你说那端王的令牌从何而来？你说什么？是派去劫杀血衡的人身上携带的令牌？废物！父皇，匪寇一事，儿臣的确不知，求父皇明鉴。那这令牌你又如何解释？竟然是有人栽赃陷害！查！父皇，端王禁足，直到彻查清楚。儿臣领命。父皇，不能让他查，他根本就不是瑞王。你们是在端王劫杀的时候拿到的？不错，云家军一离开京城，便与瑞王走散了。他们正是潜入暗处，劫杀了端王派去劫杀的人，所以从他们身上找到了那些令牌。云正月，你千算万算，可是你算漏了一条，那就是端王的手下也是见过那个冒牌货的，所以他们现在也知道，在御书房的那位是个冒牌货。不错，为求自保，他必然会向陛下全盘托出。
恐怕这个时候宫里的人很快就会宣你进谏了。所以我今日前来，就是来找你，不会让你再有说话的机会。你干什么？云正月！贱人，你给我灌了什么？别害怕，这个只是让你再也说不了话的药。咱家奉皇命前来提人了。来的还真是及时。一切都要结束了。王爷，王爷回来了。那么牌货呢？昨日御书房里突然发疯，被御联军就地诛杀。真是便宜他。我想遣散后宅的几个妾室。为何？王妃还不清楚吗？大王府里多几个妾室，为你开枝散叶，不好吗？我若说只想要你呢？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营野，尸山血海，哀骨营野，是你为我取的名字。是你，所以那瓶药也是你送来的。这是我让人特意给你炖的，尝尝。好喝吗？甜的。可以吗？怎么了？没什么。等等，我去找大夫。王爷，王妃怎么会突然呕吐？可是有喜了。回禀王爷，王妃只是脾胃不调，并无喜脉。只是如此。算了，你先开几副调养脾胃的药方给王妃。对了，先前太医从王妃那里带回去的药，在何处？王爷说的可是此药？这药虽有去腐生肌的良效，但微臣劝王爷还是慎用。为何？老夫拿到药后仔细研究了一番，发现它虽有良效，其原料却用了很多虎狼之药。不说用起来痛苦无比，用多了恐怕会伤根本，有伤命数，不能善终。若是王妃用，需用多少见效？是否会伤到身体根本？我帮王妃把这瓶药拿回来了。此药去腐生肌，可以淡化你脸上这道伤疤。王妃，你可想一用？这药，王爷想要我用吗？你早就知道这药不能用。是啊。我听说云大将军曾经就在南疆，所以这药一直都在你的手中，是你交给薛恒的。所以你想要薛恒死，也想要我死。云城月，你不想要我了是不是？
你还记得回门那日，我在父亲书房问过你什么吗？王爷想做太子吗？我问你想不想当太子，这本就是一场交易。鹰眼，我是死过一次的人了，已经不会再爱上任何人，尤其是你。你这张脸，我不喜欢。如果你不喜欢，我可以毁了它。别闹了，你如今是王爷，我会成为太子，你可以做太子妃，甚至是皇后。你能不能别不要我，好不好？只要你乖。我会乖的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朕近来越感身体有恙，力不从心，命睿王薛恒为太子，监理国事，钦此。儿臣必不负父皇嘱托，